俗话说世间无杂草，用好就是宝。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今天要分享的便是在农村非常常见的车前草。在农村随处可见，房前屋后、路边沟坡，人走过的地方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车前草名字带草，又是和杂草生长在一起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呢都把它当成了野草。其实它可不是普通的野草，上了年纪的人大多都认识它，看到了也会采回家，洗干净晒干了泡水当茶饮，或者焯水过后用来炒鸡蛋或凉拌着吃，营养又养生。车前草呢乃珍贵之物，其全身皆可入药，既可以入药呢，还可以当做山野菜食用，营养价值极高。它含有多种营养素和矿物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清热解毒、利湿去火、清肝明目、抗菌祛痰等多种功效，因此老人们也称它为利尿草。对于经常上火的朋友而言呢，不妨经常食用。现在您还能小看了您脚边的野草吗？接下来我就把车前草简单的养生做法呢分享给大家，希望你看完后也要记得煮1到2次呢给家人吃。鸡蛋营养丰富，口感香醇，价格低廉，是我们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的食材。今天我就用车前草和鸡蛋和您分享一道养生美食。这样的做法呢，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也是隔壁93岁的老奶奶分享给我的做法。经常吃，让您轻松过一下。这边摘回来的车前草呢，我们把根须呢先剪掉。虽然根须呢也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但是不方便清洗。这里我就剪下来，将其晒干，再进行处理，就简单的多了。那今天我们就用它的茎和叶，记得先把这些枯黄老叶呢裁剪干净，这样呢待会儿呢会更容易清洗。然后将其放入盆中，这时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盐、小苏打，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没过车前草。下手把食盐搅拌溶解后，需要将其浸泡3分钟，有足够的时间来软化污渍，然后再将其一一搓洗干净。因为车前草呢是贴着地面生长的，所以难免呢会沾有细菌和虫卵，所以挖回来的车前草呢要在淡盐水中浸泡清洗，目的是消毒杀菌，去除农药残留和叶片上的虫卵。而小苏打清洁能力强，能够更好的分解掉它上面的杂质。大家看看这水有多浑浊，说明这个清洗方法呢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我们再将其放入清水中漂洗干净，多换水漂洗2遍，直到水清澈不浑浊。这时的车前草呢就十分的干净啦。现在就是你拿放大镜来看，我也是很有信心的。这样清洗干净的车前草，吃起来养生价值更高。现在我们把车前草呢放一边沥干水分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大火把水烧开。水开以后呢，我们把车前草放入锅中煮一煮。很多朋友虽说都没有吃过它，但一定听说过它。说到这里，您想听一个故事吗？关于其由来呢，相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汉朝时期，汉军出兵征讨吴陵的羌人，因不熟悉地形，吃了败仗，被围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呢又正值盛夏，天气干旱无雨，极度缺水，很多军士和战马都得了尿血症。因缺乏清热利尿的药物，很多人和马匹呢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因此丧命。偶然间，马夫发现有一些患尿血症的马匹呢不治而愈，感到很奇怪。后经观察发现，地面上呢有一片像牛耳朵形状的野草，被马啃食吃光。他就怀疑马肯定是吃了这种草痊愈的，于是为了验证效果，亲自试用。过了几天，果然有效果，他就向将军报告。将军听说后就问他这野草长在哪里。马夫回答说就在战车前面。随后将军大笑道，真是天助我也，好一个车前草。当即命令全军所有人服用这种草，果然治愈了尿血症。就这样，
车前草的名字呢就被流传了下来。很神奇，也很震撼。他们幸运遇到了车前草，我们幸运他们留下来的经验。而且一辈辈传下来，车前草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就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种，把车前草呢一直煮着10分钟，直至汤水变色，使车前草的营养充分的释放到汤水中。然后我们用漏勺呢将其控水捞出，残渣呢就可以不要了，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现在我们将其关火放凉备用。接着我们准备3个鸡蛋，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下，这样可以避免鸡蛋表面的脏东西在打开鸡蛋的时候和蛋液一起落入碗中。然后把洗净的鸡蛋呢打入碗中，再把蛋液打散开。接着我们把放置温热的车前草水倒进来，比例为1:2，这样蒸出来呢会更加的细腻些。再次搅拌均匀，记得水倒进来时温度不要太高，否则容易把鸡蛋给烫熟了。然后用漏勺呢过滤一遍，这样可以避免鸡蛋有成块的现象。过滤好的蛋液我们就可以拿去蒸啦。如果有浮沫的话，记得要用勺子呢把浮沫撇干净，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就一点蜂窝都没有。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防止水蒸气滴落。水开上锅，盖上盖子。鸡蛋羹蒸的时间呢不能过长，8分钟左右就好，也不能用大火来蒸，温度过高，鸡蛋很容易呢就变老。而且蛋羹的表面呢会出现很多的气泡，类似蜂窝的组织，影响蛋羹的美观。中火8分钟后关火，美味的鸡蛋羹就可以出锅啦。车前草和鸡蛋这样搭配，营养美味又好吃，吃起来没有鸡蛋的腥味，反而呢会有一股车前草的清香味。鸡蛋细致软嫩，鲜香入味，吃一口回味无穷啊！关键是健康还养生啊！农村老人称它为利尿草，可不是浪得虚名，这都是老一辈一辈辈积累的经验所得。如果遇见别错过，营养极高，十分珍贵，它就是车前草。您的家乡有车前草吗？如果遇到了，可以多准备一些，焯水之后放冰箱中冷冻起来，或者是直接清洗干净晒干保存，1年4季都能够吃得到，好吃有滋补。朋友们快来试试吧。好了，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您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别忘了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再见啦。